村里办白事一直有个说法，孩子比父母先死的，不能办葬礼，除非孩子死在会地，那不仅要发丧吃席，还得找人压棺。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顺娃溺死在了村后头的水库河里。那时夏天日头正盛的时候，我和顺娃约好了去村后头的水库河里摸鱼捉蝌蚪。谁知那天爸妈临时决定带我去乡上走亲戚，想到去乡里可以让我妈给我买冰棍和果汁，我果断爽了顺娃的约，等回来再约个时间去摸鱼不就好了？反正他也经常说话不算数的。谁都没想到，一向熟悉水性的顺娃会被沉在水里的渔网缠住了脚，从而溺死在村后头的水库河里。爸妈接到消息赶回来时，顺娃娘已经哭得晕了过去，梦中还抽搐不停。我妈在一边陪着抹眼泪，顺娃爸强撑着悲伤招呼大伙坐下商量顺娃的白事该怎么进行。大伙沉默许久，谁也拿不定主意。村子里一直有个说法，孩子比父母先死的，不能办葬礼，除非孩子死在会地。这孩子死在了会地，到底是不吉利，丧事得大办特办，去晦气。说话的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大家都叫他五叔，到我这一辈得叫他五舅爷。五舅爷年岁70左右，见多识广，早年学过风水，村里红白事基本都是要过他的手才能定下，是以村里人对他很是敬重。村里那条水库河，我看着水挺清澈，怎么也算不上会的呀。一个中年男人嘟囔起来，毕竟长辈要给小辈磕头发丧，这传出去到底失了颜面。五舅爷吐出一口旱烟说道，顺娃是40出生的火牛，本就与水相克，水属阴，火属阳，加上溺水又在正午时分，水火不容，阴阳不和，大凶之象。听五舅爷这么一说，众人顿时慌了神，纷纷讨起对策。先前说了，丧事不仅要办，还要大办特办。这7天内，家里不能缺人，找几个和顺娃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守灵，每一个时辰换一次香火，烧一次纸钱。大伙细细听着五舅爷嘱咐，最后定下来守灵人是我与村里另外5个年龄相仿的孩子，2个人一组，4个时辰换一波，切记灵堂不能少于2人。就连上厕所也得找人代替你们守灵，方可离开，知道了吗？至于抬棺和压棺的人选，等我回去推算一下，再来告诉大伙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没回家了，直接就在顺娃家安顿下来。当晚就开始守灵，跟我一起守灵的人是邓公，我和顺娃、邓公是铁三角关系。如今顺娃没了，我和邓公心里也不好受，烧纸钱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其实顺娃今天叫我和他一起去水库河里摸鱼，但我要照顾奶奶，就没同他去。邓公抹着眼泪，言语中一片愧疚。我当时要是跟着去就好了，没准拉他一把，他就不会。我和邓公敞开心扉，哭着说我也爽了顺娃的约，希望顺娃不会怪我们，来世我们还做好兄弟。屋外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隐约传来几声猫叫。大人们搭起棚子后就开始打麻将、喝酒、划拳，时不时还有几声笑语传来。顺娃妈哭着在给顺娃缝被子，嘴里念叨着，盖上被子我娃就不冷了。第2日天刚亮，五舅爷就来了，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我总觉得五舅爷比昨天老了一点，明明什么都没变，又有些说不出的感觉。昨晚我推算了下，顺娃属牛，牛与羊相冲，与狗相害，
头七那天家里和坟上不能出现属羊和属狗之人，顺娃溺水怨气大，得在押官人前头加上一个引路人。五舅爷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神色怆然，夹杂着几分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押官人和引路人最好要找和顺娃同岁的相熟之人，一路上叫喊着回家，顺娃才能安然下葬。话刚说完，顺娃嘛就拉着我和邓公向大伙说，长寿和邓公俩孩子平时跟顺娃最要好，又都属牛，让他俩去押官和引路最合适不过。邓公父母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只有年迈多病的奶奶是以邓公当场就应了下来。我爸妈本来也在迟疑，架不住顺娃父母泣涕连连，一心软也答应我来当押官人。这日我和邓公是在夜里10点钟开始守灵，一直守到第二天早晨6点。前半夜我与邓公还能坚持说话扯闲话，到了后半夜，邓公突然长痛如绞，喊着要去蹲茅坑，扯了几张烧的纸钱便匆匆跑走。抬眼一看，已经3点。又到了烧纸的时候，我麻利地将纸钱点着扔进火盆，上完香后又拜了3拜，嘴里说着五舅爷教给我的话，顺娃好，拿了钱财要吃饱，顺娃满，走在地府无人拦，顺娃乖，来世投个芒贵胎。正当我把最后一个字念完，灵堂前忽地吹过一阵风，吹灭了灵堂前的一根蜡烛。我没多想，重新燃了一根蜡烛，又把剩下的纸钱烧完。不知怎么的，明明是夏天，可是到了后半夜总是冷冷的。邓公上厕所还没回来，整个灵堂就我一个人，怪瘆人的。脑子里不自觉的就播放起了恐怖片里的场景，越想越怕，大半夜的又不能叫喊，身上竟然出了一层冷汗。正在这时，又好死不死地想起来五舅爷说过灵堂绝对不能只留一个人。五舅爷也真是，只说不能留一个人，又不说后果，这么轻飘飘一句话，谁会重视啊？我不自觉咽了咽口水，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？现下只能暗暗祈祷邓公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。忽然之间，我仿佛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永寿，永寿。我以为是邓公，视线看向院子里，却空无一人。这下我真的慌了，顿时头皮发麻，汗毛竖起，心脏砰砰砰快要跳出胸膛似的。那声音由远及近，一边呵呵笑着，一边叫着我的名字，永寿，永寿。此刻我确信这声音就在屋子里。永寿，永寿。我强使自己平复下来。老一辈的人说过，心越虚火越小，越有可能被脏东西缠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制使自己慢慢平复心情，装作不经意问，环顾四周，嘿嘿，永寿，我在这。我缓缓抬起头，朝房梁上看去，见到了我此生都无法忘记的一幕。顺娃以一个极其扭曲的姿势挂在房梁上，身上一丝不挂，像是从河里刚捞出来的一样，身上湿漉漉的，还在滴水。滴答，滴答，他的头好像发面馒头般肿胀，就连做出的笑容都如此恐怖，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顺娃。永寿，嘿嘿，你爽约了永寿。顺娃一边说一边笑，嘴的弧度好似要咧到耳根，看起来扭曲异常。我慢慢将视线从房梁上转移，装作没有看到顺娃，又环顾四周，假装打个哈欠，闭眼假寐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自己的三魂七魄已经快被吓没了。观音菩萨，来个人救救我吧！嘿嘿，永寿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看见我了。
空灵又恐怖的声音从房梁上再次传来。我没有睁眼的勇气，心里默念天灵灵地灵灵，脑中却怎么也挥散不去顺娃那张湿漉漉的面孔。长寿，你咋了？困了呀？闭着眼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肩膀实然被人一拍。啊！我吓得一激灵，转头一看是邓公，准备告诉他我看到了顺娃，但嘴死活张不开，感觉腮帮子咬合肌一点力气也使不上。着急的我只能发出声音，伸手指戳向顺娃的位置。啥呀？邓公看了一眼我指的位置问我，突然我一张嘴就能说出来了，除了咬合肌还有点酸疼之外，终于能发出声音了。刚才我看到了顺娃，他身上滴着水，还怪笑着说我爽约了。我心有余悸，告诉邓公我刚才看的，哪里有顺娃？我上厕所回来就看到你低着头，嘴里嘟囔着不晓得在说什么，脸白的跟抹了白面一样，还全是汗，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把我都吓了一跳。邓公奇怪地看着我，我这才摸了摸脸，脸上全是汗，也才感觉到身上因为出汗，衣服都粘在身上。虽然对刚才看到的依然心有余悸，但是因为邓公在身边，我也心里宽松了不少。我出了一身汗，衣服都粘在身上了，回家换一身衣服。你去找个人替我一下，和你一起守一会。邓公又将平日关系好的一个男孩叫起守灵。我刚准备走，无意间扫到刚才看到顺娃吊着的位置，问邓公：“邓，这个位置你上厕所之前有水吗？”邓公顺嘴回道：“没注意，这一天给我累够呛，又饿又困，刚上完厕所回来闻到一股香味，还以为你背着我偷吃东西了。”哦，我也没太在意，只当我刚才是太困，所以出现幻觉，转身回了家。爸妈都对我半夜回家感到奇怪。我先是洗了个澡，然后才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给爸妈大致说了一下。妈妈明显有些担忧，不行就不去了吧，这么大个村子，属牛的好几个，和顺娃要得好的也不止你和邓公俩。没准就是永娃心里感觉顺娃没了，心里有负担，所以守灵睡着做梦做得不好了。爸爸也没太上心，有可能吧，我也不确定那会儿是醒着还是睡着，心里虽然还有点虚，但是心里强提精神给自己打气，世上没有鬼，世上没有鬼，给自己打完气后继续去灵堂和邓公守灵。后面倒是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俩时而清醒，时而打盹，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。第3天白天，我和邓公就在顺娃家里的灵堂套间里睡了一觉。我睡得特别不好，睡得昏昏沉沉，感觉我又起来了，去了停灵的地方，看着躺灵堂后的顺娃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出来了。刚一抬头，就看到顺娃本来平躺着面对天花板的脸，转到了我的方向，嘴角和鼻孔也开始往出冒浑水。原本闭着的眼睛睁着大大的看着我，虽然眼神空洞，但是我能感觉到顺娃在看我，他怪我。我感觉到身上立马起了无数的鸡皮疙瘩，头皮像过电一样。我想动一下，但是感觉全身好像都不是我的。我想出声叫人，但是嘴张开，灶子仿佛堵了一块石头，只能从石头缝里发出的声音。接着我恐惧地看到顺娃竟然坐起来了，而后站了起来，用一种很僵硬的姿势一步一步走了过来。他慢慢走向我，我想拔腿就跑，但阻我的腿，我的脚
每一块肌内好像都不属于我。我想叫出声，但是灶子那种仿佛被石头堵住的感觉，让我连一个完整的词都说不出来，拼命想咽下那口堵住的气。我不敢看顺娃，眼睛看着地面，还在尝试挪动或者发出声音，好像过了很久很久。我看到一双湿漉漉的鞋站在我的面前，慢慢从他的脚往上看，湿湿的裤子，湿湿的衣服，以及那一张往日无比熟悉，现在无比害怕的脸。我能看清顺娃头发上、脸上的水还在不停地往下淌，突然仿佛被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我猛地睁开了眼睛，我看到了爸爸妈妈、邓公还有武舅爷的脸。爸爸焦急地问我：永娃，怎么了？你刚才叫得那么大声，幸亏今天是你武舅爷管事，听到你叫唤，立马叫了我们过来。我鼻子一酸，抱住了爸妈，眼泪控制不住，断断续续地说了梦里发生的。爸妈一边拍着我的背，一边说：不怕不怕，咱现在就回去。听到我爸让我回去，武舅爷说话了：永娃他爸平时就永娃、邓娃和顺娃耍得好，顺娃在的时候也是个好娃，咋可能害和他们生前耍得醉的人？肯定是永娃昨晚没睡觉，今儿做噩梦了。听了武舅爷的话，爸妈也有点犹豫，问我咋想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想着平时我们一起玩的情景，如果那天我去了，顺娃肯定就不会有事儿。我回答爸妈：我可以，刚才也只是做梦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武舅爷见爸妈还有顾虑，接着又说：我家里有供奉开光过的黄三角，等我吃过饭去给永娃拿一个，保保平安。爸妈这才放心了一些，又在房子里陪着我，让我好好睡了一会儿。期间果真再没有做噩梦，这一觉我睡得无比香甜，一觉起来又充满了活力。我不禁怀疑这2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否真的是我的幻觉。吃晚饭时，武舅爷给我带来了黄三角，嘱咐我日日带在身上保平安，这东西能除你身上的晦气，这几天须得日日带着。我接过手来翻看了几下，檀香味混合着其他什么味道萦绕进我的鼻腔。乖孩子，快放好，省得拿在手里丢了。武舅爷，这东西还有没有了？邓公跟我一起守灵，我想给他一个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出这句话。武舅爷嘿嘿一笑，露出常年抽旱烟被熏得发黄的牙齿，脸上的沟壑越发明显，有一种我看不懂却又感觉很怪的深邃感。你小子还挺重情义。行了，邓娃那块我会照看的，你就顾好你自己吧。我这才将黄三角放进内兜，向武舅爷道了声谢，转身去找邓公吃饭。晚饭是在顺娃家里吃的烩面片，这2日着实消耗了我不少精力，又是惊吓又是伤心。不守灵的时候，还得帮管事的搭棚子挪桌椅。我端起海碗一顿狂漏，面片里放了油泼辣子和臊子，我就这算连干了3大碗才觉得满足。永寿你可以啊，平时看着跟竹竿一样，吃起饭来胃口倒不小。邓公看我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，笑着调侃道：你要是知道我这2天看到了啥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我可真是被吓破胆了，这也算是化恐惧为食欲吧。邓公不以为意，瞧你那点胆子，不就是梦到顺娃了？我又不是不知道，要我看啊，你就是心思太多。要说有事，我整天和你在一起，为啥我屁事都没？我心里一盘算，还真是这样。邓公这2天跟我同吃同住，要说有事肯定是一起有事。
不可能独独就我倒霉呀，这说不通。见我神色轻松，邓公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得出最后结论，就是你心思多，自己吓自己。我摸了摸口袋的黄三角，彻底放了心。人就是这样奇怪，就好像早上上学快迟到了，飞奔到去学校，路上却见到相熟的同学也迟到了。那一刻感觉自己心也不慌了，也不怕迟到被老师责罚了。有个人和自己一起承担事情，总比一个人承担时心里安定多了。守灵时间是五舅爷定的固定时间，我和邓公这一轮依旧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。五舅爷怕我和邓公晚上无聊，特意给了我好些吃食和一副扑克，嘱咐我守灵的时候找点事做，分散注意力。前半夜时间倒是过得快，我和邓公先后玩了迷竹竿和飘三叶，又吃了点零嘴，抬头一看已经凌晨2点。时间到了，又开始给顺娃烧纸钱，场顺娃好，拿了钱财要吃饱，场顺娃蛮，走在地府无人拦，顺娃乖，来世投个富贵胎。完事之后，我和邓公又是百无聊赖。由于我白天好好补了一觉，现在倒不觉得困，只是看邓公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，好像很困乏无力。邓公看我还能硬撑，就跟我说让我守一会，他得眯几分钟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坐在垫子上睡会解解乏，等会我叫你。奇了怪了，昨儿也没这么乏呀。邓公嘴里嘟替几句，就轻声打起了鼾。夏天的夜里风也是裹挟着热气，我拿着扇子有一下没一下扇着，不一会却看到邓公脸上竟然出了一层热汗。我大力扇了几十来下扇子为邓公去热，心里想这小子也不容易，爸妈不在身边，还得照顾年迈的奶奶。平时一个人放学回来还得烧火做饭，放牛割草，就这2天所付出的精力，困点累点也是很正常的。我心想，突然邓公嘴里开始嘟囔，我一下笑了，没想到他还有说梦话的毛病。我换了个姿势，让我的扇子能同时把我们2人都扇上。哈哈，原本我也有点昏昏欲睡，酣睡中的邓公却突然笑了起来。我一个机灵，瞬间睡意全无。转头一看他，眼睛还是闭着，却又发出了2声笑。哈哈！我看到这情况，想叫醒他，但是想到这2天邓公也挺累的，就寻思让他多睡一会儿。坐在垫上的我迷迷糊糊，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打瞌睡。明明今天睡得也足够，此刻却突然困乏起来。突然我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瞬间脑子好像过电一样清醒。转头一看是邓公，他看着顺娃躺着的位置，嘴里唠唠叨叨的，我就知道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用手把脸使劲搓了几下，让自己更清醒了一点，才问：怎么了，邓公？邓公转过头看着我，过了几秒后又低下了头。永寿，我刚才梦到我们一起上下学，梦到我们一起去隔壁村的果园摸葡萄，一起，呜呜。邓公的声音低到我慢慢听不清楚。我看到他眼前的地面上一滴滴眼泪掉落，我的眼睛慢慢也酸了，强忍住用手背在眼睛上擦了擦才开口。我也一直在想这些。永寿，我梦到顺娃不在的那天，虽然我想不起来是啥原因了，就在我拒绝他后，又突然去水库河边找他，然后我看到他在水里溺水扑腾，我用一根树拳子把他拉起来了。之后我俩一起回村里了，
一个机灵我就醒来了。邓公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，用袖子把脸上的眼泪擦了一下，才接着说：可是我眼睛一睁开，看到的还是顺娃在这里躺着。虽然在梦里我就觉着不太对劲儿，但是一眼看到顺娃在这里躺着，我还是很难受。说着说着，邓公声音又有点哽咽。我想说点什么话安慰一下他，但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说点啥，只好拍了拍他的背，又把身后放着的水缸子递给他。邓公喝了一口，看着眼前的烧纸盆里已经完全烧完的灰烬，默默地从一边五舅爷准备好的烧纸里取出一沓，一张一张烧在铜盆里，嘴里喃喃念道：场顺娃好，拿了钱财要吃饱；顺娃蛮，走在地府无人拦；顺娃乖，来世投个富贵胎。看着火焰映照着忽明忽暗的邓公的脸，我也从一摞摞烧纸里取出一沓，慢慢往火盆里放，跟上邓公的节奏念起来。我和邓公又哭又伤心，我们和顺娃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玩泥巴，上地里放羊，下水库和摸鱼，考试一起考0分。一想到还剩1个月就开学了，顺娃却永远也不能和我一起踏入校园，再也不能听顺娃在我家门口大声喊我永寿，再也不能躲在被子里看从爸妈房间偷出来的光盘。这一晚上过得很漫长，我想找点话和邓公说，但是他除了喝水之外就是发呆，看着顺娃躺着的地方，见此我也就没有说出口。可能因为做的这个梦对他冲击比较大，在这之后我也没有继续打瞌睡，就这样度过了这3天里最漫长的一夜。直到早上6点，我和邓公守灵完毕，来做饭帮忙的大人们又陆陆续续到来，我和邓公都各自先回家了。因为天气热，老出汗的原因，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洗个澡，又一觉从早上7、8点钟一直睡到下午5点，收拾一番又去顺娃家吃大锅饭。我看到邓公蹲在角落里端着海碗，碗里依旧是烩面片加油泼辣子，散发着诱人的饭香味。他胃口不是很好，剩了多半碗饭，看起来精神很是萎靡。时间还早，要不吃完饭你去灵堂里面的小套间再睡一会。邓公奄奄点头，也没推辞。直到晚上10点之后，我和邓公又待在了灵堂里，继续守灵。补觉醒来的邓公依旧比较沉默，可能因为昨天晚上做了那个梦的原因，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缓过来。我俩就这么坐着，除了固定时间需要给火盆里烧纸之外，一直也没有怎么说话。也不知是困了还是什么缘故，我总感觉到自己眼前影子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眼前景物瞬变，一会会转移到学校，一会会转移到田地。这时我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当我迷迷糊糊想睁开眼再看一看顺娃，结果就是这一眼差点成为我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本来在平躺的顺娃，他的头不知什么时候扭到了我的方向，正好和我四目相对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从他眼睛看到的东西，怨恨、阴沉、仇视、惊恐，我不知道，或许都有。我想扭过头不去看他的眼睛，但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感到身体僵硬到仿佛不属于自己，只能一直和顺娃对视。突然我又看到顺娃的胳膊缓缓抬了起来，指向我所在的方向，嘴里一张一合说着什么，虽然听不到，但是我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说的意思。都怪你。他的手离我越来越近，这一刻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恐惧，我的呼吸都快停了，神经紧绷，
头皮发麻，直到他的手离我的脸只有1厘米左右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我的身体猛然被谁拉扯了一下，猛地睁开眼睛，赶紧清醒一下，让我也睡会。耳边传来邓公略带不满的声音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还没有分清现实和梦。眼睛扫过邓公身后躺着的顺娃，想起梦里顺娃最后的表情，还有他仿佛要抓到我脸上的手，我啊的一声大叫起身，不管不顾地冲出灵堂。在这一刻，我只想回家。永寿，你咋了？你别吓我啊！我不管不顾地冲出灵堂，脑海中一直充斥着最后看到顺娃的那一眼。迎面撞上听到声音前来灵堂的大人，一股疼痛袭来，但我顾不得许多，只想立马起身逃离这个地方。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回家，回家。我几个箭步就冲到了家里，不敢回自己房间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砸着爸妈的房门。不一会，房门打开，我直接冲过去抱住了我妈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我妈轻轻拍打我的背，试图安抚我。这时我的肩膀突然被拍了一下，我吓得心脏又快跳出来了。扭头一看，原来是我爸，他弯着腰凑近我，问我出了什么事，眼里满是关怀和焦急。我想张嘴告诉爸妈我所经历的这些事，但哭得一抽一抽，根本说不出话。连日的惊恐与委屈都在此刻化作眼泪喷涌而出。期间，我妈一直安抚我，使我放松。渐渐的，我缓过了劲儿，才感觉舒服一些。爸，我再也不要去守灵了。爸爸脸色凝重，又听到我说再也不想去守灵的话，问我是不是又梦到什么东西了。我点点头，开口向爸妈复述了刚才做的梦以及顺娃看我的那一眼。妈妈听到我说这些，当即就哭了，抱着我好一番仔细检查才罢手。我爸半晌没说话，掐灭吸完的烟，深深吸了一口后，才对我说：“今晚你就别去了，晚上跟你妈、顺娃家我去说。”说罢就穿上衣服要出去。爸，你见到邓公就给邓公说下，要是不舒服也回去吧，别硬撑着。邓公这2天精神也不是很好，他家里也没个拿事人在家，我只能叮嘱我爸照看邓公。我爸摆了摆手说：“晓得了，让我好好休息，别胡思乱想。”又点了一根烟才出门。妈妈替我脱了孝衣，身上只留下短裤，又给我盖好被子，打开风扇对着我的腿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我躲进妈妈怀里，紧紧抱着。妈妈依旧顺着我的背，嘴里念叨起小时候哄我睡觉的话语：“乖乖不怕，睡觉觉。”我汲取着妈妈身上的温暖，这才慢慢睡过去。在家人的安抚陪伴下，这一觉我果真又没有做梦。爸爸一直到第2天早上才回来，给我说已经跟顺娃家里那边说了，说是这2天守灵干活弄得我的身体吃不消，剩下几天就不去了，就在家好好休息，品切品挑顺娃。爸妈倒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央求我爸让头七压棺下葬那天我去就行。但我听外面的声音，五舅爷比较不愿意，追到了我家来找我爸商量。他还是那套说辞，觉着顺娃生前就属跟我和邓公玩得好，属相5行又比较合适，又或是这一番话听得我爸妈很不高兴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守着这些复杂的规矩？要不是为着2家的情分，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同意永娃去守灵。我妈脸色铁青，也顾不得什么情面，总之就是坚决不允许我再踏进顺娃家一步。五舅爷还想再说什么，又被我爸打断：“五叔，不是我不让娃去，我娃这2天为这事把身体都糟蹋尽了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的。
我们两口实在心里担心。过了一会，我才听到五舅爷接话，语气干涩的像他脸上枯树一般的皱纹一样。那行吧，如果真的生病了，就找个医生看看，没啥大问题的话，还是辛苦让永娃来吧。听到五舅爷这么说，爸妈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五舅爷深吸了一口旱烟，摆摆手就要走。临转身时，又听见我爸说请了这一带有名的王大夫来给我瞧一瞧，是不是隔壁村那个王志奇？王大夫，是呀，五叔，就是他。听到我爸的回答，本来要走的五舅爷又坐了下来。永娃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放心不下。等王大夫来了，看是昨说，咱都安个心。屋内还有几个前来看望我的亲戚婶婶以及永寿妈，听闻我爸一早请了王大夫过来，都宽慰起我妈。这王大夫是个能人呀，听说治病神得很，脸上看一看，脉一搭就知道有啥问题了。对呀，孩儿他娘，依我看永娃这都不是病，就是心思重劳累出来的。等王大夫一看，抓几副汤药一喝，保准啥事都没有了。就是这王大夫本事大得很，据说也是能掐会算的。再让他给咱使永娃算一算，除晦气。几个婶婶你一言我一语的围着我妈说了一会话。过了一会，我爸接了个电话说王大夫到村口，他要去接一下。孩他娘，那我们几个就先去顺娃家帮忙了。屋里头有啥事过来喊我们就行。送走了几个婶婶，我爸正好带着王大夫进了屋里。此时那屋里面只有我爸妈和顺娃妈以及五舅爷。王大夫一进门愣了一下，指着睡在炕上的我扭头问我爸：“就是给这个娃看一看是吧？”我爸一连说了好几个是。是，这就是我家永娃，今天要麻烦王叔你给看看，娃娃给人守灵，老梦到些不好的东西，精神状态很不好。我看向这个被大家传得神神乎乎的王大夫，花白的头发梳成背头，穿着一件蓝色旧棉袄和灰色裤子，脚上穿着一双褪色的老布鞋。虽然年龄看起来比五舅爷都大，但面色红润，眼睛也很有神。王大夫上前掰开我的眼皮瞧了瞧，见我有些紧张，笑着说让我别害怕。他先是掰开我的眼皮瞧了瞧，又让我吐舌头，最后摸一会我的脉搏。屋内谁都没有说话，都在等着王大夫回话。过了一会，王大夫才将我的手放进被窝，又掖了掖被角，转头对我爸说起情况。娃基本没啥问题，就是有些血气不足，这也是你娃这2天做噩梦的原因。娃还在长身体，这几天又是干活又是熬夜，身体吃不消，吃一些补气血的东西，再歇1、2天就可以了。我妈听了之后还有些不确信，王叔，真没啥事吗？你要不再给我娃端详端详？还没等王大爷说话，在一旁的五舅爷抢先开口：“永娃嘛，人家大夫都说永娃没啥事了，你就不要再质疑了。”王大夫又笑着说：“我确实没啥大事，这才让我妈放下心来。”说话间，王大夫已经提上了药箱准备走，我爸连忙跟上说要送一送。王大夫倒也没推辞，和我爸一起出去了。永娃嘛，既然永娃没啥大问题，那这2天晚上就辛苦一下，继续守灵。事情都进行到一半了，永娃实然不去，就乱了章程了。五舅爷再次提出让我去守灵，被我妈一口回绝。五叔，我家孩子已经被这事搞得成这样了，再去就不合适了。再说村里属牛的娃也有好几个，你再算一算，重新找个8字合适的也不是难事。孩儿他娘，
你就让永娃去吧。说句不中听的，永娃只是身体有点问题，但我娃已经不在了啊。永娃要是不去，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。我苦命的顺娃走也走得不安心。顺娃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撕心裂肺的声音听得人心酸无比。五舅爷也在一边劝说，顺娃生前跟永娃玩得最好，这最后一程就让永娃给顺娃尽尽心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五舅爷说这句话时充满了疲惫，仿佛一下子苍老了10几岁。我妈耳根子软，见不得别人哭，赶紧扶起顺娃主妈。我和他爸又没说不让娃去，这现在王医生都说了娃没啥事，那就让娃再去待2天。快别哭了，你这哭的一下让我也心里难受了。说着说着，我妈眼泪也流下来了。那就这，永娃晚上接着去，白天好好休息。过了这几天，让顺娃妈给永寿和邓公带点鸡蛋，给俩娃都补一补。我先过去，那边事还多着。五舅爷说完，就和顺娃妈起身走了。我妈让我趁现在还有时间再休息一会，她去把我这几天穿的衣服洗了，再给我准备一身干净的。可能是今儿家里来了很多人的原因，我睡得很踏实，一直到下午被饿醒，一睁眼就听到我爸给我妈说听话、诀什么的，我听得不太全。妈妈一看我醒了，张罗着给我做板，问我想吃点什么。我说想吃她做的面条。不一会，热腾腾的面条就做好了。面有点烫，但在饥饿状态下，还是很快就吃完了。吃完饭后，爸妈也都不说话。最后还是爸爸开头先问我今晚还想不想去。你要是还不舒服，就别去了。我妈还是劝说让我别去了。爸爸没理会，直接问我是咋想的。我想了一会，回答我爸：如果是别人，碰到这种事，我绝对不会再去。但是这是顺娃，我还是想去。爸爸没有感到意外，点点头说：好，那你就去。今儿我也在顺娃家，感觉不好，现在我不去了。剩下几天也找不到合适人选，到时候破了规矩风水，穿上干净衣服，又检查了一番口袋里的东西，确认没丢什么，就出门到了顺娃家里。邓公一见到我，就问我昨晚到底梦到啥了。我看了一眼顺娃在的位置，又想到了梦里最后看到顺娃的那一眼，大致给邓公说了一下事情经过。邓公听了之后，感觉他明显也有点害怕。今天晚上我是真的不敢睡了。邓公心里也怕，所以他也是尽量保持清醒。但是这2天他的肚子实在不争气，一会儿就要去一趟厕所。我为了不睡觉，也是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坐下去，努力维持清醒。邓公也在这一晚上去了好几次厕所，后面都已经没力气了，直接坐在垫子上，嘴里还在嘟嚏。奇了怪了，这2天我也没吃啥啊。一晃神的功夫，邓公已经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我虽然也困得不行，但还是硬撑着没睡。在给火盆添了一些纸钱之后，我感觉我的睡意越发明显。发觉到困意，我赶紧在灵堂走了2步。就在我试图清醒的时候，我看到顺娃面向我这边的胳膊突然小小的动了一下。我感觉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，赶紧掐了一下胳膊，真疼，这不是梦。我又使劲揉了揉眼睛，鼓起勇气看看顺娃，面向我的那条胳膊不动了。正当我以为是我眼花了时，却看到顺娃的另一个胳膊缓缓地抬了起来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幻觉，更不是梦。
我赶紧用脚踢了一下还在睡觉的邓公，他迷迷糊糊睁开了眼，很不开心地问我怎么了。你看一下顺娃的胳膊，是不是不太对劲儿？邓公眯着眼睛看了几秒，迷迷糊糊说：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看出有啥呀。我强压着心里的恐惧看向顺娃，确实没看出啥。难道刚刚真的是我眼花了？别想些有的没的了，我浑身没有劲，你再守一会。我眯几分钟，说完又继续打着鼾声睡了。这下也让刚才我那点迷糊劲儿全部都过去了。我坐了下来，继续给火盆里添纸。等纸烧得差不多了，我竟然又困了。不行不行，不能睡。我使劲用手拍了拍脸，使自己清醒一些，又用手撑着地面站起来，打算再走2圈清醒一下。刚好一眼就看到了顺娃，他的2只胳膊竟然都竖了起来，刚才已经下去的汗猛地又出来了。不知道哪里来的微风，吹到我的背上。明明是夏天，我却感到一阵发冷。我已经忘记思考，就这么直愣愣地看着立起来的胳膊。就在这时，顺娃的上半身开始挣扎着，好像要坐起来一样。他的胳膊就那么竖着反复挥舞，诡异又恐怖。我的身体止不住的发抖，也让我刚出汗的身体如同跌到了冰窖般寒冷。这不是梦，这真的不是梦。顺娃真的来找我了。是我该死，是我没有跟顺娃一起出去，导致他让渔网缠住了腿。都怪我，明明从月初就约好了，为什么临了我却要爽约？怪我，都怪我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脑子里只有2个字：怪我。我缓缓向顺娃躺着的灵床边走去。顺娃，就让我来赎罪吧。离灵床只有1步时，突然一声大吼打断了我。永寿！我一个机灵清醒过来。这一瞬间，我看到顺娃挥舞的胳膊重重砸在床上，身体再也没有动过。清醒过来的我瞬间瘫在了地上，全身颤抖得厉害，根本没有能力坐起来。永寿，出来！又是一声吼叫。我一听是从灵堂上方的通风窗上发出来的声音，是我爸在叫我。缓了一会儿，我爬到墙边慢慢站起来，又把熟睡的邓公叫醒，让他搀着我一起出去。通风窗一侧的墙下站了一群人，我有些疑惑，深更半夜的这站这么多人干啥？我爸他们看我和邓公过来，让开了路。在房外通风窗下边没有灯光的角落里，我模糊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。走近一看，那人竟然是武舅爷。武舅爷蹲在角落沉默不语，看不出脸上的表情。此刻我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，开口问我爸到底是咋回事。我爸没有回答，反而问我刚刚守灵时发生了什么。我想到刚才恐怖的一幕，还是有些后怕地说了出来，语气中都带了颤抖。我看到顺娃的胳膊抬起来了，身体也在动。爸爸听完我的话后，就去掰武舅爷的手。武舅爷起初还有些反抗，但抵不过我爸一个成年男子的力量，很快被我爸翻开了手掌。只见武舅爷摊开的手掌上放着一堆透明的鱼线，而那条鱼线竟然穿过了通风窗进了灵堂里面。我实在不敢置信，立马跑到灵堂一看，果然如此，透明的鱼线顺着通风窗而下绑在了顺娃的胳膊上。因为是村里的老房子，也没有好好安装走电，房梁上的电线胡乱拼接，再加上一个年久昏暗的灯，自然没有人发现这根透明的线。毕竟谁也不会想到去仔细观察一具尸体。我已经明白了刚刚恐怖的情境是怎么发生的。
转过头问被大家拥进灵堂的五舅爷：“村上谁人不尊敬你？平时村里有啥事？你说一句话比村长还好使，你为啥要三番四次害我家永娃？你要是不说出个啥，那今天我是不会答应的。”我爸一脸怒气，眼睛死死瞪着五舅爷。永娃他爸，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。我咋可能害永娃呢嘛？今天也不是我下永娃，是我这2天掐算了，顺娃是在水里没的，得用水里用的东西在凌晨给顺娃镇一镇。五舅爷还在狡辩，又解释道：“再说了，永娃这2天虽然受了些惊，但也不能一股脑的推到我身上。娃娃什么时间睡觉，什么时间做梦，我能控制得了吗？”众人一想，他说的也有点道理，毕竟谁家喜事白事都是五舅爷掐算的，而五舅爷在村里一向德高望重，怎么可能去害一个无冤无仇的孩子呢？永娃他爸，我看五叔说的也有理呢，要不这事你看还是算了吧。大家都交头接耳，小声讨论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灵堂外传了进来，控制肯定控制不了，但是用一些龌龊手段，加上旁的东西辅助，还是可以达到你的目的的。众人让出了路，一看来人竟然是邻村的王大夫。五舅爷震惊地看着王大夫，语气也没了平时的温和。王大夫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村的事情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王大夫开口解释，这事是跟我没有关系，但你要害人就是不对。你说我害人，你有证据吗？王大夫一声冷笑，眼里充满对五舅爷的鄙视。你自己对这孩子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，昨个早上我一进门就闻到了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是清楚得很。只是当时屋里除了孩子爸妈还有别人，我为了保险起见才说这孩子没问题。王大夫转头环视一圈，声音提高了不少。接下来说的话简直颠覆了大家对五舅爷的所有认知。昨个我一进房间就闻到一股莫名的味道，虽然比较淡，但我行医多年，十分确定那就是山茄花的味道。这山茄花是啥东西呀？咋没听过呢？有人开口询问。山茄花是一种白紫色的开花植物，咱们这里不常见，开花时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，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但这花有一个特性，不仅有毒，还能使人产生幻觉，严重时会让人丢了性命。啊，不会吧？众人听此又开始小声讨论起来。王大夫接着说，我当时心里奇怪，但没有声张，等到孩子他爸出来送我时，我才详细的问了永娃这2天做噩梦的经过，又问了永娃这2天接触过哪些人。等到屋子里人都走了，我和永娃爸又返回房子里去寻找山茄花香味的来源。正巧永娃妈当时要洗衣服，把永娃揣在兜里的黄三角放在了洗衣机旁边。我检查一番，发现山茄花的味道就是从这黄三角上发散出来的，而这个黄三角就是你给的。王大夫指向五舅爷，声音越来越激昂。永娃第一次做噩梦的时候，就是你发现的，应该也是趁永娃睡着后，在鼻子跟前弄了山茄花花粉，让他产生幻觉做噩梦。后面永娃做噩梦都是在你给了黄三角之后，永娃信任你。黄三角这几天从来没离开过身，那黄三角我取开看了，里面都是山茄花花粉，怪不得这2天永娃从我跟前走过有一种香味，我还以为是守灵时候染上的香火味呢。有人小声说着，
永娃昨个能睡个好觉，也是因为在家里把装着黄三角的孝衣脱了。可一旦把装着黄三角的孝衣再穿回身上，就又会出现幻觉，做噩梦。武舅爷不肯承认，梗着嘴问王大夫：“你少在这里污蔑我！黄三角我也给邓娃了，他怎么什么事情都没有？娃的黄三角我已经让永娃爸取来看了，里面只是普通的檀香末，但也有淡淡的山茄花的香味。我猜应该是你只给那个黄三角的外面撒了一点粉末，让两个黄三角的气味接近。两人都熟悉了这种气味，自然不会起疑。而且邓娃也不是没事，这花粉只要吸入就会致幻，只是因为这娃心思比较浅，没把做的噩梦当回事罢了。后来黄三角上的山茄花的香味散完了，他也就没出现过幻觉做梦的情况了。武舅爷还不死心，试图从王大夫的话语中找出漏洞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永娃第一天守灵出问题的时候，我还没给他黄三角，那他又是怎么出现幻觉的？这可跟你说的这个什么花没关系啊！王大夫又是冷冷一笑，仿佛早就知道武舅爷会这么问。这个是吗？我问过邓公这娃，这2天他贪嘴吃坏了肚子，当晚守灵他去厕所时间比较长，见邓娃长时间不回来，永娃就自己烧了纸钱。你是这场丧事的管事，在纸钱上悄悄撒上花粉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纸钱燃烧后，花粉被带到了空中，永娃离得近，吸得多，所以很快就产生昏迷致幻的情况。你之前又给过俩娃心理暗示，什么不能留下一个人守灵之类的，加上永娃心思细，觉得顺娃的死和他也有关系。做噩梦就是毒物做牵引，加上环境和心理的结果。听见王大夫这么说，邓公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那晚我上厕所回来就闻到一种很奇怪的香味，我还以为是永寿背着我偷吃东西了，原来是你在作怪。事情已经解释清楚，武舅爷没有再反驳什么。周围的人都开始讨论，有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也有的不知所措，更有一些人还想息事宁人，劝我爸和气生财。只是现在大家还是不明白，武舅爷为什么要弄这么一出。我爸没有理会众人，愤怒地看着武舅爷。武舅爷，你再不承认，我立马报警，我就不信警察来了去你家查一查。你还是这么嘴硬。武舅爷低头沉默了一会，再抬起头，仿佛是泄了气的皮球，一瞬间好像老了10几岁，脸色再没有往日的从容与亲切。对，全部都是我做的。天哪，真的是武叔，武叔，你到底为啥这么干啊？图个啥呀？什么仇什么怨呀？咋对孩子也下得去手呀？面对大伙的逼问，武舅爷缓缓开口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很久之前，我家那口子就是不知道这个花有毒，只觉得这花的样子好看，就给院子里种了这个花。那段时间他也是精神恍惚做噩梦，这还是好几10年前的事情。当时我媳妇难产，我带着她去乡上的医院，生了1个晚上，终于生了1对双胞男胎。这让我俩既高兴又难受，高兴的是我家有后了，难受的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，我根本没有能力养活2个娃。我在医院走到楼道抽烟想办法，碰到一个男人也在楼道抽烟。原来那天他媳妇也在生产，但因为身体问题，那个娃生下来就没气了，他媳妇生完就晕过去了。男人心里难受得很，他不知道等自己媳妇醒来后怎么给他说这个消息。
我俩都因为孩子的事情碰到一起。男人听到我家生计困难，又生了俩孩子，就跟我商量着给他抱一个。我实在没办法，真的养不起呀，也就同意了。后面我虽然觉得亏了这娃，但想着我和他也都在一个村，经常能见到，而且男人对这个孩子确实很好，我心里的愧疚才稍微减轻一些。说到这里，五舅爷一停顿，抬头看着人群中的顺娃爸。这孩子就是顺娃爸，而那个男人就是顺娃的爷爷。五舅爷没有理会炸开锅的众人，言语中还是很平静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这段日子对他来讲也算是比较舒心的。但是后来我媳妇走得早，我儿子在进城打工时也出了事，一家子一下子就只剩我一个人。那段时间我心里难受得很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唯一能支撑我的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娃，甚至我还有孙子，虽然他们不知道，但血缘上的关系是割不断的。我在河里捞出的鱼虾，捡出最好的给他吃。他爱玩水，怕他溺水，我给他教游泳。说到这里，五舅爷深深地看了一眼顺娃，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，转过头愤怒地看向我，眼里的怨恨快要溢了出来。就是你，说好了去游泳摸鱼，你为啥没去？为啥没去？为啥？如果你去了，最起码还能帮一帮顺娃，救一救他。没准你去了，被缠住脚的就不是他。都怪你呀！五舅爷越说越癫狂，突然站起来掐住我的脖子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都怪你，都怪你。”众人都被吓了一跳，幸亏我爸和反应快的人合力，把五舅爷拉开按到一边。但五舅爷还是不死心地挣扎着想要起身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我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哭声和五舅爷的叫骂声纠缠在一起。至少五舅爷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至少我去了，还能救一救顺娃。我爸也愤怒到了极点，死死按住五舅爷不松手。他五舅爷，你说这话真是丧良心，去河里本来就不安全，平时河水浅让孩子去玩玩就算了，那几天刚下过大雨，河水涨潮都宽得很。当时我知道顺娃跟我家勇娃说好去游泳，我不想让勇娃去，又怕勇娃趁我不注意偷偷去，就想了个说法，说去乡上走亲戚。要是真的爱娃，就不应该让去河里玩，这跟我家勇娃又有啥关系？要是真的要找责任人，那也应该去找那个把渔网沉到河里面的人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凭本来还在挣扎的五舅爷听到我爸这样说，顿时停止了扭动，不动一下。五舅爷张口，语气中已经能明显听出哽咽。那张渔网是我本来在河里兜鱼虾的，因为下大雨冲坏了，我也就没再收回去。五舅爷说完这句话，整个人都失去了精气神，瘫软在地上，木木地看着灵床上的顺娃。听到这句话，整个灵堂都安静下来，大家都被这一波又一波的真相冲晕了头脑。五舅爷的脸上已经被泪水沾满，颤颤巍巍又开口说道：“我也知道这事不怪勇娃，是我自己害了我孙子。如果我不找个说服自己的理由，我就感觉对不起顺娃。我一遍遍给自己说，就是永寿害的顺娃，就是永寿害的顺娃。所以我借用五行属相的说法，让永寿守灵压棺，再让邓公做引路人。对了，说起来邓公，我也让这孩子吃了点苦头。谁让顺娃那天找不到永寿，去找他的时候他也没去。我趁邓公不注意，给他碗里下了泻药，让他不停地跑厕所。
我知道永寿这娃心好，肯定对顺娃的事情有愧疚。一个人守灵的时候，难免胡思乱想，有了一定量的毒花粉，再加上我时不时吓他，这几天我就能给顺娃把仇报了。五舅爷木然地说出自己的想法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听得麻木了，呆呆地看着五舅爷，直到五舅爷被大伙拉到其他房间去。走出灵堂时，五舅爷停了一下，回过头对我说：“永娃，别怪顺娃，不管你梦到啥不好的，都不是顺娃的意思。以前我给他教游泳的时候，他说最喜欢和你一起耍，他要把游泳学好，然后给你教。”五舅爷没有再挣扎，大家把他拉走。我听到五舅爷最后这句话，我心头微微一松，这几天的疲惫、愧疚、恐惧随着眼泪一起流了出来。第二天早上，顺娃家门口传来了警车的声音。平时如果有警车开来，大家都会看一看是什么事，但是这次大家都很沉默，各自忙着手头的事，谁也没有出声。五舅爷被带走时，深深看了一眼灵堂，仿佛要把顺娃的样子刻在心里。虽然五舅爷那一套五行属相的说法是为了害我胡说的，但因为从小一起玩的关系，我和邓公还是坚持给顺娃守灵。直到第7天下葬，又去做了压棺人和引路人，看着顺娃被放进狭小的棺材中，一点点埋进土坑里，我知道我永远也见不到这个伙伴了。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又看见了顺娃，只是这次顺娃没有全身是水，也没有咧着嘴呵呵怪笑，他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，穿着半旧的短袖短裤，踩着他爸穿剩下的塑胶拖鞋，时不时吸溜一下鼻涕。永寿，走，我们去叫上邓公一起抓螃蟹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就下了决定。夏日的太阳照的水库河的河水也暖洋洋的，我们3个在水里打了一下午扑腾，又抓了好些鱼虾螃蟹。上岸后，我将捞来的鱼虾塞给顺娃。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吗？都给你。顺娃接过来，朝着我和邓公一笑，说了句：“我走了。”又朝着我俩摆了摆手。夕阳染红了河水与土地，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，顺娃的身影越来越远，直到再也看不到。新学期开学了，我和邓公走在上学的路上，闲聊时跟他说了那晚做的梦。邓公听完后一愣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也做了同样的梦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